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是不是搞不定红海，现在要求助中国了？现在红海危机已经使用至少158艘的商船绕道。那从上海呢到英国的货柜运费已经涨了将近1万块美金了。那现在美国是不是要扮演世界的这个老大哥，希望能够维持秩序？这个20国联军来了，但是这个载货的进红海，难道就免死金牌吗？现在外媒有报8国的身份是藏匿的哦。目前可以得知的就是海上联军的成员包括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巴林等国。但这些联盟呢，没有一个国家是跟红海接壤，只有巴林是位属中东，而且没有中东大国公开参与哦。那现在红海护航呢变成一个闹剧，法国呢也不满美国的做法，而这些大咖呢也不来，因为澳洲根本没打算参与呢。那法国的海军呢在22号也说了，疑似要退出这样的行动，但他没有讲明是否是永久退出，而且表明不会听令于美国的情况，等于美国缺席了关键的盟友。另一个部分可以看到，就在这里，就在邀约加入红海护航当中的中国媒体就评论是美国拉中国来跳火坑哦。中国官媒就指出了，说现在美国这次向中国抛媚眼，是因为许多国家呢不肯加入，所以头痛医头，又憋了这个坏招，想拉拢中国。但是大家想问，美国居然一边各种无情打压，另一方面呢抛媚眼拉老中医来跳火坑，难道当真把老中医看病给看糊涂了吗？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红海的这个事情包括了胡塞武装呢，他袭击美国军舰，但是却让中国船只通过，他就直接讲大白话，他怎么说？中国不一样他说只要不和美以等国同流合污，诸位在红海地区的安全跟利益就没有后顾之忧。那现在呢，沙烏地跟那个胡塞组织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要也门的和平呢已经出现曙光了。那这个斡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是等于还是靠中国的斡旋才能够达到后面的蝴蝶效应跟一些外交的一些效应情况。那现在美国是不是害怕中国在拓展的所谓的中东势力？因为你现在看到，包括了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考虑放松向沙国出售攻击性的武器禁令。怎么说呢？纽约时报报道最近几周呢，沙国的官员向美国议员还有总统助理施压，要求他们放松对沙特出售的攻击性武器的禁令。那就有美国的官员的说法就是说呢，拜登政府正在准备放松相关的限制。那现在传出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现在传出沙国跟中国正在洽谈重大的军火协议，以降低美国的武器依赖，像包括之前谈到的歼10C 左右。所以呢，就被谈到说，美国是不是因为害怕中国被取代，所以要赶快开放武器给沙烏地阿拉伯？那现在谈到说，美中的另外一个战场是不是在太空的部分因为像中国呢成功发射的神龙释放了6个神秘的物体让各界未来关注中美的太空战11月24号，也就今天中国的航天科技集团宣布中国当天运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一名这个可以重复使用试验的航天器。这个神龙呢，在太空中至少释放了6个神秘的物体那美国其实也很关注，美国也报道说，它这个物体呢皆备通讯的能力。那报道指出呢，中国这次神龙发射的轨道看来跟之前相似，但独特的地方是无线电的传输功能却是前所未见的。所以呢，让航天专家呢到现在都无法确认这6个神秘物体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目前中美呢进行太空的战场，那中国呢现在可以说是大幅领先怎么说？在2023年呢，我们交出了这个成绩，中国大陆交出的成绩单呢，在全年已经完成将近70次的这个发射情况但是我们看看美国呢，美国是怎么说？因为像大家都知道，2030年希望大家都可以登上月球。那贺锦丽宣布呢，2030年将送1名太空人与美登上月球。那他也强调，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呢，美国的太空人首次返回月球表面的计划。但是呢，可以看到，中国也是计划在2030年前呢登陆月球，所以变成说，中美现在两方呢似乎都要抢攻月球来做太空大战。那相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联合报的报道说，帮人造卫星在轨道加油，美国的太空公司最大的挑战竟然是油箱盖像连油箱盖都搞不定。怎么说？人造卫星的燃料耗尽或是服役多年结束之后呢，其实就会落入大气，直接烧毁或是变成金属垃圾。但美国呢，现在想帮这些卫星加油补充燃料，来延长年限，来制衡中国，计划建造太空站加油站。但现在最大问题居然是一个小小的油箱盖都搞不定。
话回来，想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现在这个红海的一个局势，以及美中在太空战场的一个战情？对，现在这个红海局势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啊，因为这些商船公司它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险，是它一艘商船如果被击中或击沉的话，那损失惨重。那而且现在来讲的话，走红海的这个水道，走苏伊士运河，现在这个保险费高涨，是，那所以它的运输成本已经相当的高了，所以它宁愿走这个好望角，走这个非洲南端绕过去，走大西洋到这个欧洲啊。那这个大概多到9天到15天吧，这样子，这个就变燃料费又增加，是。而相较之下，比它的风险跟它现在的保险费啊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还是损失比较少一点的。那问题就变成这样子一来的话，所有的这个往欧洲的这些运输现在一个货柜从大陆过去，有说已经涨到快1万美金了，是，那相当可观的一个价钱。不过就是说这个去护航，事实上也有很多军事上的怎么讲呢？盲点大家看不到，因为最近这个美国也在讨论说，我打一颗巡弋飞弹下去200万美金，打下来是一个2000块美金的一个自杀式无人机，有什么意义？对，那这个东西要花多少钱？这个东西完全不符成本啊。对方是一个这种接近游击组织的，那这样子的打法的话，你为了要把航道畅通的话，你的军事成本也非常的高，而且不一定能够完全杜绝这个岸边不时传来的，不管是这种简易的这种像过去的这种俄罗斯的旧式的飞毛腿飞弹这种打法。对，另外一个就是很可能就是更简易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那所以现在这个有没有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海军他们也做过评估说，其实这个红海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青年部队它事实上它的武器非常的复杂，除了有飞毛腿，有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它还有比较先进的伊朗提供的地对空、地对海的飞弹。是。那个地对海的飞弹的话，现在的性能美方也很难评估。万一几枚这个地面发射对海面的这个舰艇的这种比较先进的伊朗的这些导弹打沉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美国损失惨重啊！是，那一艘军舰上面的不管人上面不管它这个本身的价值，都是怎么讲呢？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对美国来讲，也是非常困难棘手的一个问题。他现在拉的很多国家都不愿意表明身份嘛，对，有10个国家表明身份，对，而且海湾附近国家、阿拉伯国家除了巴林以外，没人理他。是，而这里面有些国家，比如说澳洲指派人，西班牙也指派人，对不对？塞西尔本身有海军，我都不相信的，那是印度讲一个非常小的岛国是，所以真正在里面能够发挥作用的，我想还是要大国、装备精良的。也就是美国、英国，大概还有法国，法国现在又退出了，所以这个部队除起来，能不能让这个商船感觉到安全，愿意走这条航道，还是一个问题。那最近就在讲中国大陆角色，中国大陆事实上义乌他们那边做过评估事实上现在的运费这么高那么走中欧班列可能比走海运还好，也就是说这一个海路段中欧班列，也就是走铁路往欧洲运输可能反而因此而兴盛起来。是舰长你怎么看呢？最新的新闻，也就是美国的神盾驱逐舰拉伯恩号，它又击落了四架的一个无人机，但是呢，全部拦截了吗？没有，有一艘挪威的邮轮，有一艘挪威的邮轮闪过了。有一艘印度的邮轮被命中了，意思就是至少有两个无人机是被命中的那这已经是10月17号以来第14跟第15次的攻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的繁荣守护行动其实并不成功。刚刚旺哲有讲到说有这么多国家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其实它都是在波斯湾跟红海的南端。刚刚讲到的法国军舰的位置，其实在这边。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拉伯恩号，它的位置在这边，也就是说，它在
已经是离这个胡塞组织这么近，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拦截。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事实上来讲，你无论用电子战，或者是你用各种的反制武器啊，也不见得可以全部拦截。而且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会担心说，当他在进行这种各种的反制的时候，他的电子参数是不是被接收了？所以他也会有所节制，也不会这么拼命啊。我们刚刚看的那张图啊，刚刚讲到说什么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巴林，一艘船都没看到，反而看到了另外2个国家，哪2个国家？印度还有韩国，他们派出了他们的巡防舰，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事实上来讲效果并不好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接着下来继续看啊，刚刚旺哲有讲到说，太空中加油都出现问题了，拍谁哈？这个问题要常常去看那个大陆的珠海航展了。大陆珠海航展在2021年，他们就已经展现出来，他们有这个加油的能力，而且它已经有模型出来了。通常有模型出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实际上这个装置了。那怎么说这个装置呢？这个装置其实我们来看到啊，在2021年这个梦天实验舱起飞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微卫星了。微卫星在干嘛？微卫星在绕着转，它就像卫星一样绕着这个梦天实验舱转。转能干嘛？我们一般来看，它可能是帮忙照相啊，帮忙做一些讯号传递啊。可是当你有其他目标接近，或你用雷射武器的时候，这些微卫星是不是可以当作标靶来替代梦天实验舱，让梦天实验舱是安全的？这件事情，美国要放在心上啊，要常常去看航展啊。大陆都已经完成加油的能力了，你还在发展？是，最后请教彬哥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各国因为有不同立场的关系，是，所以接受的待遇也不一样。因为这个现在也门这些组织就明讲了，反正只要不是跟以色列、跟那个航械仪器的人、跟美国航械仪器的人，基本上我们不会攻击啊。对，所以对中国大陆的船，他们就是直接放过，直接放行。所以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护航？没有必要啊，他又不会打我，干嘛去护航？是，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想要拉中国大陆去是很无厘头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大陆的船只并没有遭受威胁嘛。那当然，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中国拉进来之后，利用中国的影响力，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攻击变少？但是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跟你这样做？而且中国大陆要求的是什么？中国大陆要求的是你美国要是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让他在加沙走廊停战，那你真正根本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你不做，然后你希望大家跟着你一起去护航，这个本身不是很荒唐吗？实际上，为什么他要去攻击这些船只，就是因为加沙走廊的人被不公平对待嘛。对，所以你应该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嘛，而不是舍本逐末。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中国大陆应该也不会去上这个当。那太空的发展，中国大陆这几年当然是非常稳定。你看它，一年发射将近70次，这什么意思？表示每5。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现在选战倒数20天了，现在包括了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好像都在抢韩粉哦，因为我们昨天看昨天的2场造势啊，其实大家都打出这个韩国瑜牌。但现在呢，赵少康又说了，说柯文哲的韩粉是冒牌的，韩国瑜的直播主才是正牌的。他说，韩国瑜在昨天造势呢，带着直播主宣称这才是正牌的韩粉直播主。那某些是冒牌打着韩国瑜的名号，召集韩粉要支持柯文哲，大家要分清楚谁是正牌，谁是冒牌。那现在因为这个赵少康的声量非常大，现在连民进党绿营可能也盯上他了。现在甚至呢，绿营就做出新闻哦，赵少康怒轰3立新闻，说非常恶意哦，批民进党干脆不要这些人的票了吗？因为主要是做了像这样子的新闻，说，赵少康去密会萧景田，似乎想把黑金给他挂钩起来。那现在呢，赵少康就痛批说，这个3立报道呢很恶意，而且有敌意。他拜会了这么多人，媒体呢特别挑出来他拜访黑道，希望有人去告诉3立的老板，他很不满。那民进党自己呢也有陈泽南啊、蔡其芳啊，甚至像黄成国等罪犯、黑道等争议人士。那台湾过去呢每年都有假释跟出狱的人，平均大概有3万多人。那30年呢就有100万多人嘛。所以民进党或赖清德要不要
干脆宣布不要这些更生人的票了。而现在呢，包括赵少康在政见会上讲什么，好像也会被抹黑的感觉哦。赵少康说啊，他的父母是因为空污导致这个肺腺癌过世，结果呢，现在国健署说这个并非唯一的风险因子哦。主要是说呢，赵少康在政见会上说他的双亲因为肺腺癌过世，但现在呢，他认为是跟空污有关。但国健署呢发出新闻稿强调说，肺癌有关的风险因子众多，那空污并非唯一的因子。再来就是说呢，现在民进党是不是也想释放一些假消息来说服国人？但是好像被戳破的感觉。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赖清德近半说，疫情期间呢，经济成长率，台湾是世界第1名，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就直接来看，根据 INF 的数据哦，台湾在2020年经济成长率是全世界第11名而已哦，而且2021年跟2022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也只有分别是6.5%到2.4%，还有并非是全世界第1名，这个是不是就在打脸这个赖清德近半的说法呢？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议题也被赖清德拿来做一些操作。怎么说呢？他说绝对走不回这个锁进中国的老路。赖清德细数政策说要带往台湾走向世界。赖清德在脸书上感谢大家参与这样子的环岛拼图的游行，也呼吁大家说呢，明年大选要团结支持，他会带领台湾继续走向世界，绝对不会再走回锁进中国的老路。甚至连萧美琴都说，中国的经济的篮子已经破了，还放鸡蛋。那这样侯友宜就直接反刁他嘛，说根本就是你民进党蛋已经破了。侯友宜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民进党只会让台湾的高物价、低薪状况持续下去。小英的这个外交路线呢，就是国家的断交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 A 克法的事情哦，但因为现在 A 克法的部分项目已经被终止嘛，那当然说我们的官员除了骂中国之外，骂中国大陆之外，我们到底还会做些什么事情哦？因为我们看到关税优惠呢，牵动了产业竞争力了，但是政府只有轻描淡写。第一波已经冲击了43万人的就业人口，让部分产业有苦难言啊。那经济部呢盘点了180亿预算，却没有任何因应计划。现在连国际危险组织都警告了，说民进党如果胜选的话，两岸误判的风险就会升高。主要就是说啊，如果民进党胜选的话呢，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武力来展示来做回应，进而升高误判或失算的风险，导致紧张升级。那北京的目的呢，是将祝贺民进党新政府跨越红线，以及宣布正式独立，并且向华府呢，也就是美国发出讯号，应该要阻止台北采取北京认为的挑衅行动。那现在可以看到，包括了像美中之间的军事角力也持续在进行当中哦。现在呢，这个让飞弹看似像民航机的这个中国大陆的金丝罩呢，它现在可以伪装一些战法哦，因为这个金丝罩呢，它既有雷达反射，它跟过去的雷达反射技术有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充满弹性，能够像雨伞一样，像这样子的弹开，能够反复扩张或收起。因此啊，飞弹或是战机在飞行过程当中，它可以现身或是隐藏在模式当中任意切换呢。那现在呢，包括了美军呢也主动减少派遣军机逼近中国周边，来减低这个侦察次数。因此呢，解放军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近距离的识别或是驱离。现在呢，这个商业内幕就报道说，解放军呢正透过更有经验的竞争对手，在现实世界呢互动来增加日常训练的价值。他们把拦截抵近的这个侦察机的美军呢，当作是借鉴磨练作战技能的好时机。所以看出啊，美军在这个军事角力呢，还是彼此有一些冲突的感觉。那话回头来，先请教一下彬哥，怎么看一下赵少康他一直被民进党是绿营在抹黑的动作？那这一招民进党有效吗？其实最近第一个，民众党很明显在跟国民党在抢韩粉，甚至抢中华民国这个招牌。是，所以你会看到民众党的造势活动上面会开始出现中华民国国旗的国旗出现了。对，就是开始出现这个状况。然后呢，柯文哲昨天也讲说他其实当初已经要请韩国瑜去台北市政府当顾问。他如果他当初接受的话，那现在副总统就是韩国瑜。那我觉得这个吃豆腐也吃得太过头了。是，我个人认为柯文哲这样持续讲下去是会有反效果。那可见得韩国瑜在很多人心目中还是非常重要。那问题是韩国瑜现在支持谁？全世界都知道他支持的就是侯友宜嘛。是，所以我觉得那当然有部分过去支持韩国瑜的直播主，他们现在跑去支持柯文哲，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可是韩国瑜自己的选择是谁？韩国瑜自己选择的就是侯友宜，所以这个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蹭，就各凭本事吧。那去搞这些东西是没什么太大意义啊。那至于说现在他们想要去把赵少康抹黑。
那说他密会萧景田。那萧景田这个人本身是个争议人物，我也认识他。那他当然有他过去的一些作为，那都可以受公平的。那赵少康见到他到底是好事坏事，我想赵少康自己也评估过。是。那可是你要说密会，我就觉得太夸张。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拍到？他不是就是堂而皇之旁边这么多人，对对啊，公开场合就是公开场合直接走出来这密会什么？你也讲的也太夸张了吧？人家根本就没有在怕你拍，好不好？那么多旁边那个一坨拉古人呢，是，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真的也不要搞得太那个。那至于说赵大哥说要告诉三立老板，他会很不高兴，人家就是要让你不高兴啊，你怀疑吗？所以不用告诉他，你不高兴，他很高兴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每个电视台自己的立场，大家自己去想。那只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政府单位真的很笨。最近赵少康讲什么，他们都立即做出回应动作很大。对，动作非常大，国防部也好，什么食药水也好，什么东西全部噼里啪啦，全部都做出回应。其实你们这个回应很笨，因为你们等于不断的在帮赵少康打广告。我觉得超蠢的。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都不记得赵少康讲了什么，结果他们一讲我才知道。免费宣传。对啊，就等于帮赵少康宣传。我觉得赵少康非常乐意政府单位这样做。比如说赵少康讲到他父母亲那个过世的这个内容，我其实根本没印象，我真的没印象。但他现在一讲我就知道了，真的就是这样子啊。那问题是你这回应很好笑嘛？你国健署说不是唯一风险因子，那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你也不知道。对，所以你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东西出来，你要打脸谁？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敢确定赵少康父母到底是因为什么样过世的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搞这种东西只是让自己变得很 low 而已啊。那赖清德说谎不是新闻啊，他每天都在说谎，基本上这个人张开嘴大概就是在说谎。所以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好讨论，这个人就是胡说八道习惯。可是我必须讲，他们胡说八道，基本上你要当个骗子，基本上要有逻辑，可是他们常常没有逻辑。也就是萧美琴讲说，蓝营过去过度依赖中国经济，那我请教一下，我们史上跟中国大陆经济依存度最高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是蔡英文政府时期，43%。那上一个高峰期是阿扁时期。那最近这2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的关系，所以降下来，但是还有38%。所以谁在过度依赖中国经济？不就是民进党吗？民进党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就一直在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叫你们废黑法你也不敢啊。然后现在人家中国大陆这边有动作了，你们拿出任何对应的方法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民进党政府现在就像叶明琛啊，什么都不作为啊，就在那边等死而已啊。你要选一个等死的人继续领导你们。是，接大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现在那个韩粉啊，是有很多中间在反串啊。是，我觉得我参加一些节目哈，是看那个观众啊，就现场的反应啊，一看就晓得就是打着韩粉的旗号啊，来反串的，来搞支持柯 P 的，是，这样子，那好像想要带动韩粉啊，说他应该要支持柯 P，不过这个其实啊，我讲韩粉都是希望下架民进党啊，对，你如果被骗啊，说票跑去投柯 P，那废票。没用，第一个柯不会当选，第二个的话，那你要下架民进党，民进党最高兴，民进党就希望啊，这些韩粉把票投给谁？投给柯 P， 继续反串，继续反串，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有目的的，因为现在事实上柯事实上他陆战是不行的，所以他大概资源全部都在空战，他的网军现在真的多得不得了。我每天上节目啊，我有的时候广播节目，你也被攻击过吗？当然了，不是常被攻击的，他说他都是韩粉的，是，对，所以就变成这里面反串的太厉害了。那我只能这样说啦，就是说要下架民进党的话，票只有投给侯康才有可能。你投到别的话，只有帮民进党，只有帮民进党。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啊。那不要，尤其韩粉啊，韩粉都是要看的话，你要真正支持韩先生的话，你要看韩先生现在支持谁嘛。对不对？韩国瑜支持谁你就支持谁，你就是架杠这些韩粉，对不对？那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台湾的产业界啊，台湾的经济真的如果说让这个赖萧如果上台，绝对完蛋。我想走到死路。你今天你怎么喊啊？中国的经济篮子破洞，你还往里面放弹，没有错啊。
可是你现在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还是37%啊。是，你台湾卖100块钱到国际卖出去都是37块卖到大陆啊。比例还是很高。对啊，它篮子破了，台湾惨了、不知不知道？台湾它的篮子破了，台湾真的就好，真经济就遭殃了。所以我们讲清楚了，大陆打喷嚏，台湾就感冒了。哎，这个是一个现实的状况，不要像这个前美国人这个萧美琴，他反正台湾垮了，他回去做美国人啊，对不对？在那边讲话，讲这什么话？台湾现在40-50万的劳工快没有工作了，你如果赖萧再当选的话，上百万人没有工作。是那个舰长你怎么看啊？这个飞弹的这个议题哦，他说也可以变换成好像看似民航机的感觉，然后这个金丝罩可以变来变去来颠覆美国的战法，真的有这么神吗？这个其实它是颠覆我们以前的想法。是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什么？是要把大目标变成小目标，那个叫逆中。那现在呢，他利用这种方式呢，他要把小目标变成大目标。那这个把小目标变成大目标之后，就会让你误判。小目标变成大目标，它可以带在很多载具上面啊。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南华早报它所提供的这个照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军方常常在用的角反射器。不过我们仔细看它的结构，它的角反射器是可大可小的，可以变化，也就是它可以依据不同的战况做改变。那这种是物理性的，但是呢，实际上美军所使用的小型空射诱饵，它是现在这个是出现在乌克兰战场。那它出现在乌克兰战场，其实现在既然已经被击落了，那已经被发现了，意思也就是什么？俄罗斯它有能力透过逆向工程来做来仿制这么一个诱标。这个诱标是什么？它完全就是改变它的一个那个我们常讲的一个电磁频谱，然后来改变这个目标的大小。那我们既然讲到乌克兰啊，刚刚那个赖清德说要带台湾走向世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在世界的国家就是乌克兰。那在乌克兰呢，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乌克兰总统他跟 G7 的这些领袖在一起，然后现在 CNN 又开始搞认知作战，说什么？说那个欧美对台湾的期待。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赖副总统的照片，期待是什么？期待我们去做打代理人战争啊！期待什么？打战争之后告诉你什么？我们现在看看在世界的这一个乌克兰，告诉你说军援缩水，然后他现在要再动员45万到50万，然后那个年龄层现在还没动员，都已经降到30到35岁了。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区间的那个已经服完兵役的，你要想一想，你未来是可能被带上战场的。美国也说他想帮台湾啊，为什么？又是叫台湾去打代理人战争。至于 ECFA 的问题，现在大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批制裁的是石化，石化的问题影响最大的就是台塑跟台塑化他们产的这些产品。可是我们仔细看呢，这个是2017年台塑就已经砸了210亿。到宁波去设丙烯厂，丙烯就是这一次被制裁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台塑已经在那边设厂，这是证明第二件事，什么事？也就是我们就让 ECFA 这样子一个一个取消之后，我们的人才就开始外流，然后我们的那个所得就越来越低了。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国际因素，美中对抗也是。那其中在国际的经济议题里头，最受担心当然就是红海危机喽。所有的航运、海运各种类股都担心的要命啊。红海以外啊，这一次首宗攻击发生了，有油轮在行经印度洋的时候被攻击，美国直接指控是伊朗发动的。这在印度洋发生的事情，没有人伤亡，但是所有在这个航运上面的成本大大的增加，风险增加。那所有的这跟航运有关的国家，当然都会
抓了蛋呐哦。那伊朗副外长直接否认，这个是胡塞组织有自己的判断，跟伊朗没有关系。那美国国防部坚持无人机从伊朗发射，所以呢，现在《泰晤士报》说，那你美军呢？你美国要做到什么程度来部署红海相关的火力，可以帮助这个地区维持航运的安全吗？否则大家都不相信安全，都纷纷的撤离啊。那五角大厦消息人士说，在红海部署了近10年来最大的规模火力等等的啊，花了价值1000万美元无人机，但有没有用呢？还说20国联军来了，可是这联军里面到底有谁？大家都不愿意被公开身份，也在担心吗？所以变成一种护航闹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法国不满美国的做法不来啊，那澳洲也说哦，我们的重心不在这里，不会派任何一架军舰或飞机去，那怎么办？所以中东要靠谁？要靠美国吗？还不如靠自己啊。所以显然呢，拜登他打造的抗中的火力环，包括了要在印太打造3重火力环等等，这是延续昨天的新闻趋势发展。那要抗中啊，但问题是各种的驻美航母介入台海的舰队，大家只是在互相秀肌肉之外，到底实际上能够让国际秩序维持和平吗？或者是让这2场还在延烧的战争停下来吗？现在是看不到迹象，反而对于拜登自己国内的选情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亮哥，这个红海胡塞武装，它并不是所有的货轮它都攻击啊。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中国跟俄罗斯的船没有被攻击，会避免就对。那就是它是针对就是要驶进以色列港口的一些货轮来做攻击啊，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要攻击哪一艘，它也不是全部都攻击啊。可是比如说欧洲那个4大航运商，它就暂停嘛，因为那风险太高了。比如说你如果是天然气 LNG， 那被轰到一个。还得了？你怎么办啊？对不对？台湾的长荣几家航运也暂停了，那这个当然会造成，比如说，因为你要绕到好望角这样绕到欧洲嘛，大概增加3500海里啊。是。那整个保险费也变高。那据我了解，就是中国大陆那个中欧班列现在是班班客满啊，本来载货量大概6-7成，现在是100%。改条路走。哦，就是。这中国大陆最近就是都赚到一些天上掉下来的钱，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啊？我坦白讲是真的很难解的，就是除非你美国下决心去对胡塞武装做轰炸，可是呢，它是游击队啊，它又没有一个国防部或者某个基地让你去炸它，它可能是移动式的，比如说它射导弹，还有用无人机嘛。那个无人机都很便宜了，大概只有$2000左右。那你要用导弹去护，那个成本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美国就在施压嘛，他就在想说，中国大陆拜托你进来好不好啊？因为对面就是吉布提啊，那中国大陆那边有海军基地，那他认为他跟伊朗说得上话，那中国大陆不愿意进来，因为现在进来当这个护航的舰队啊。那个政治性太高了，而且这个坦白说，就是跟以色列打南加沙是联动的，没错，就是你太过分了嘛，正当性。所以那个胡塞武装上他就讲说，你就停了嘛，你停火我就停了，他用这样来联动。结果昨天你看到那个联合国安理会在表决嘛，15个国家，那13个国家是通过了。停火还是被美国给删了，继续否决。哦，还看到一个镜头，那个美国那个联合国代表 Greenfield 本来要举手，被后面的人说你是不是忘记了，不能举手啊？所以后来改成弃权了，你知道吧？你就知道美国多尴尬，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南加沙，坦白说这个已经不是战争了，没错，你这个是在镇压、屠杀。那镇压对不起啊，国际法你是不能够打医院的。你如果说是战争阶段，你说军人躲在医院里面，我要打他，这个还有灰色地带。你现在是镇压，你不是战争啊，所以这个争议非常大的，而且种种的事态已经发现，他就是要把那些人赶到这个边境，就埃及的边境，所以甚至已经有一种传闻啊，说以色列真正的阴谋是要清空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这是一种种族清空啊，那就是要逼埃及开门啊，让他们都到西奈半岛，
或者你们都滚到约旦河，约旦河他们过不去了，可是就是加沙，它事实上就是有一个不说的目的啦，就是等人都挤到埃及的边境，然后美国就介入，跟埃及来谈条件，说埃及啊，我免除你的债务啦，美元的债务，那你们就让他进去吧。我认为背后有这样的一种外交上的图谋啦，所以就是没有正当性嘛，就这样。更多深入的话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大家在讲2024啊，不希望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当然没有人想要战争啊。但实际上战争还在进行的，就是包括俄乌还有以巴的冲突。那美国对于红海这张相关周边的这个所谓危机事件，是现在不太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对，因为美国现在推出的这个叫做保卫繁荣的这个行动计划哈，他说有20个国家。但是结果假如他透露出来说哪些国家参加，其中就有一些国家说，因为他们认为第一个这个高度政治敏感，可能会得罪这个当地的这些这个不管是伊朗支持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军事武装团体，或者甚至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也认为说你跟美国走太近了，比如像说本来欧盟他就是说他可以，本来欧盟通过决议说要加入，结果嘞西班牙居然第2天就改口了，就是他否决这个案子。那所以说，这包括法国也是啊，法国说，他愿意去协助这个保护这个航行的船只，但是呢，他不会受美国的指挥，因为大家都怕跟美国站得太近，就变成阿拉伯国家眼中的这个对象啊，就是他攻击报复的对象。那美国其实在他推动这些计划的时候，推动这些行动的时候，当然主要也是他是要保护这些被攻击的船只，而这些被攻击的船只很多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这些船只，如果大家去看这些新闻揭露里头，发现到很多船只，比如像它的船东是一个国家的，然后它的这个旗帜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甚至它上面在经营这个船的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所以很复杂。但是有不少都是实际上牵涉到以色列。这里头特别也讲，就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闻，就是说美国在10月初，就是在哈马斯攻击了以色列之后，尝试说服以色列不要对于这个真主党发动攻击，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那你说，1个多月以前、2个月以前的新闻，为什么这时候要讲？其实就跟红海行动有关系嘛。他就是要展示说，你看，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压住以色列了，不是美国一直在这个鼓励以色列，或者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美国压制住了他，以色列才没有对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起全面的攻击，所以才不会让这场战争扩及成为全球的一个战争。他这个就是要向欧洲的盟友要展示说，所以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了，你可以放心跟我站在一起了。问题是他也提供武器。对，这才是他，就是说你有没有有有效的使用你所提供的武器去节制以色列，特别是在加沙的行动，这个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地方嘛。所以我想，这个美国我看这个外交工作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显然，美国队长现在连这些盟国大家都不太想跟他站在一起，这是什么情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看以巴冲突到现在，美国连红海这里的周边海域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影响是真的非常大的，全球的冲击。对。我觉得这次这个红海危机大概好像一面镜子看出来现在美国其实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坑，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呢，他先在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上，因为他那时候有道德制高性，然后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把他的盟友通通都绑到护卫乌克兰的那个船上。那时候这些盟友呢也出钱啊、出武器、出力什么。可是呢，没想到俄乌战争拖太久了，这些人已经够不耐烦了。欧洲因为能源的问题，还有粮食问题，已经压力够大。就你这时候又爆发以色列，就你一挺以色列下去呢，你们的道德的问题马上就被打掉。那你的道德这一块没有了以后呢，你当然你原来支持你的盟友都要跳脚啊，都要纷纷要跳船啊，因为你不跳船，我就要跳船啊，我再去支持你，我就会落选啊。现在大家都充满了这个状况。那刚才郭正亮讲说，你现在面对那个胡塞组织，美国有什么方法？
你要去真的总攻胡塞组织吗？再出兵吗？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五角大厦的权威人士对《泰晤士报》已经讲了，他说这个是美军在红海部署火力呢，已经规模达到数十年最大。然后呢，你用这么多的钱去对付呢那些无人机呢，每台只是它这些那个数百万元的美元呢，它只有1000块美金的无人机。对不对？你大炮打小鸟这种不对称的战争，你再搞下去，美国的。这次赖清德他们所主打的牌，除了所谓这个阶级啊、矿工牌之外，再来就是抗中牌了。几乎走到每一场造势都是这一张牌。而现在呢，在几次的造势场合里头，赵康是批三立新闻影社接触黑金，要求转达给老板啊等等的。他甚至什么拍到彰化县的农会理事长萧敬田一同台之后，就是跟黑道在一起吗？他认为民进党自己的陈哲男、蔡启邦、黄成国这些黑道争议人士却没有办法面对吗？他轰选举治国，害台湾一塌糊涂。听听他的谈话。每次到了选举，民进党就搞抗中、反中、恨中这一套，这套太简单了。狗改不了，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年年都来这一招。民进党就是用选举的招数得了天下以后，他要用选举的招数来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所以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不管他的两岸政策、能源政策、他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国防政策，没有一个是好的政策。赖副总统呢，先前被说在很多场次只有抗中嘛，没有政见。这次到台中又改了一下哦，到中台湾要拼字，要所谓护台拼字啊，他就开支票，而且开很多这个当地听了就觉得到底做不做得到？例如他要推台中捷运延伸到南投哦，集集支线延伸到彰化高铁哦，还要建设日月潭的水里缆车。医院也要升级成为这个急救责任医院，也就是说人员配置、医疗资源会比较多，所以从南投开始执行健康台湾的旗舰计划。这个好像到了地方，突然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做到？其实从民进党以前开过的支票可以来检验嘛。那这种铁路要延伸多少？台76线要怎么延伸？现在之前刚刚大家都讲到了，之前曾经有的捷运各种呼喊的政见都是选举的时候才会喊一喊呐。而萧美琴站台只是强调说，我们以前瞻预算为例，民进党如果没有过半，日子会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有前瞻预算可以运用，我们多数可以决定啊。那国民党以前就会背锅啊，好在现在我们民进党立委过半了，所以爱怎么样怎么样就不会被背锅。所以如果万一没过半的话，日子会难过。大家听到这段话就笑了，就是说，哎呀，前瞻基础计划不能停，好甜呐但8年怎么什么都没有做呢？捞钱有什么成果呢？例如来看看重大建设的简历表，比一比就知道都补助了给谁呢？花东快线到现在可行性评估，各个地方终结。还在行政院审核，还被说被卡。那各地的各种高铁、捷运都是在中南部啊，都是你现在争取选票说要喊的，但过去所喊的通通都没有做到。而前瞻预算的分配的话，更是直接很离谱啦。北市高雄比一比，高雄拿了1/4最多，然后呢到哪里去了？新北啦、桃园啦、台北才184亿元，那大部分用来作为特定的选举分配吗？那到底？前瞻预算还有办法拿出来当做说嘴的选举政见呀？那还有民众担心恶化两岸关系，在一个最新的民调数字里头，这是第96波的北立岛民调就是说明年总统是不是应该换党做这件事情的答案是35.6跟30.1，加起来的话，其实比例有换国民党做的比例有30.1是高，所以但是蛮高的比例希望政党轮替，而不认同应该要投给在野党的比较高，有47%民众都认为应该要政党轮替了。现在这些你们讲的前瞻预算提出来的政见，大家都不信任了那谁会让两岸交流会恶化呢？这个民调更是直接过半赖清德50.6%，侯友宜16.2%，柯文哲14.1%，所以。1半以上台湾民众在 AT Today 的民调里面都认为赖清德会让两岸的关系更恶化。亮哥来看到这个所有关于拿预算来讨论、拿建设来预算来讨论的时候，
潮水一退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赖清德啊，因为他是执政党代表，他提建设支票，人家第一个问题就问：那过去8年为什么不做？你保证过的跳票的呢？不就是选举才来喊说我要做这件事？那之前你还当过行政院长，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啊？而且行政院长还有当一段时间呐、那蔡英文呢？而且后来你还当副总统那岂不是表示你过去副总统任内一点权利都没有？是不是这样？那行政院长你也没想到啊？我认为这一种这个是赖清德的先天的问题啦，因为你是执政党，所以你现在要提出改革比较大的政策，或者是建设的支票，立刻被人家反攻嘛。说你已经干了8年了，都没有做，那我现在为什么要相信你？对不对啊？那萧美琴真的是离开台湾太久了啦。前瞻预算是特别预算，美国有这样干吗？前瞻预算是什么意思？他就大概框列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项目，比如说什么水环境啊之类的，然后呢，由各地方的立委配合当地的政府，然后中央核准提案之后来，所以就是说选择他为什么要特别预算？因为民进党就可以，中央可以有审批权嘛。没错。你为什么不直接？如果这个都是地方建设，你为什么不直接纳到，比如说各部会的预算？各部会的预算，他提出预算的过程要经过层层的考核那就比较没有作弊的空间是我跟你讲，民进党的腐败就是从前瞻预算跟绿能的发包开始的。没错。因为他允许了太多行政权的干预，然后允许了太多区域立委来介入、来介绍案子，分一杯羹协助关说。所以他在这个提前瞻预算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他说：“我跟中央关系好我可以拿到经费所以就可以分一杯羹实际上，整个民进党，你说蔡英文任内为什么民进党整个风气会败坏成这样？前瞻预算跟绿能的发包是最关键的啦。你的成本，比如说假设只有5块钱嘛，台电收购价就可以3亿嘛。台电的馈线要不要接排序，那个立委可以关说嘛。那你跟上面的关系，比如说台电的董事长还是新潮流的嘞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个新潮流就可以拿到那么多光电案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萧美琴真的搞不清楚民进党的腐败就是前瞻预算跟光电这种让行政权大幅介入这2大案所造成的。前瞻预算全部加起来就8000多亿，光电案可能超过2兆所以为什么会导致民进党内部的文化变得乌烟瘴气嘛？敢吃的敢拿的就变成暴富嘛？我是说暴发户了。暴发户嘛，然后就跟着他的庄脚金主一起赚钱不然为什么赖清德会去搞那么多家公司？真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你没有去了解到民进党这个腐败的急速的过程因为他那天政见发表会还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民进党是有一些人没有守纪律什么，他还为这个在道歉，你知道吗？有，我跟你讲。真正的腐败的原因就是前瞻预算是特别预算，还有绿电的发包。你要知道这个腐败的真正的结构的原因不要以为是个别人的行为啦。就哪里痛他还提了这一点像我那天出来听许忠信就我们前台联的立委，现在民众党，他在演讲他说，他认识很多人都很老实的，怎么进入新潮流的圈子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他说陈宗彦是他的好朋友陈宗彦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就觉得很意外。他到底变他呢？可是小云也不怎么会去找小云呢？是他本来认识的陈宗彦就不是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圈子跟结构的腐败才会导致这种现象嘛。永明姐的确讲到开支票这件事情，你到地方上去开证件。可是呢，如果你执政8年了，从过去不管前瞻预算或建设曾经卡关的记录，很容易就被打脸。刚才那个郑亮讲说，民进党的腐败从前瞻预算跟绿电分配开始嘛，我还要加一个啦。
从那个疫情开始，他们对了出了那个防疫的帝王条款哦，就谁都不可以质疑防疫的问题，所以从口罩也贪，疫苗也贪，然后呢，整个那个防疫不是又要撒币吗？给各个产业补贴啦什么的，指定补助什么的，那个时候呢。也贪了非常多钱，高端合约又对高端合约也要封存，所以呢，其实3大块啦。然后鸡蛋也用紧急采购，对，通通都是封存不可看的内容。就是它3大块啦，一个因为疫情搞了3年嘛，所以它3年也是各种原因就弄得盆满钵满，然后又有个前瞻预算8400亿，对不对？然后又再来一个绿电的这个转合约，一转手呢都是。这个好几亿甚至10几20亿的这种差价，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赚太肥了，可是苦了人民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赖清德他今天到台中狂开建设？大家知道这个跟昨天晚上，我认为跟昨天晚上凯道造势太成功，国民党这个造势太成功有关。为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侯友宜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他特别指出来，许淑华说：“南投县长许淑华臭逼逼这么快乐，因为呢，侯友宜就在现场承诺说，台中的捷运呢要延伸到南投。就昨天晚上，对，所以他今天就立刻跟进。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昨天那一场的造势有几个点非常感人。第一个。台北市非常的冷，12度，然后下很大雨，然后本来认为呢大概是一个5、6万人的场，结果呢大家想说国民党的支持者年纪又偏大，那会不会少于这个人数呢？没有出来了8万人，而且很多呢不是那个国民党的常年的那种老面孔有一些年轻人啊这个30几岁的，我觉得是重视经济的部分，昨天出来很多。那第二个很感人的是说呢，昨天重新的让大家再次的体会到国民党真是人才济济呀。你看他介绍每一个县市首长、议长、不分区立委，然后各种专业人士，然后大家每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这个才是一个对未来有希望的执政团队。那第三个，昨天我必须说，侯友宜呢，真的表现得非常的好，尤其是他在讲那个用台语在讲批评赖清德，说中华民国竟然是一个神话。他说呢，整个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做中华民国总统吗？连中华民国自己都不相信的人，然后他的论述，中华民国我的国家，我誓死捍卫，然后台湾是我的家，我们全力爱台湾。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论述，用那种非常温情感人的台语就说很多的现场虽然在北部，可是呢，很多在南部收看的人呢，一定会受到他的感动。那当然，我旁边坐的左教授我就想到半年前，左教授还在很担心说，侯友宜能不能对国家定位、两岸定位有完整、感动人心、具体的论述。昨天或者他这一段时间的以来的论述，你有没有觉得已经有具说服力，而且比较放心了？就直接 Q 老师回答。改变很多了。对，两岸议题，因为现在民众很担心，以民调数字看，你看50%以上都对赖清德不放心。其实赖清德一直说他当总统呢，两岸最和平。我想他讲的是反话啊。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人这样想啊，台湾人有这个担心，连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对中政策委员会呢，这个主席盖拉格都说，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两岸发生战争的几率会大幅的增加。其实我还是想提一下，回来讲一下刚才两位都讲到这个前瞻计划的事情。事实上啊，我举一个例子讲前瞻计划的事情，在新竹最大的前瞻争取到最大预算的这个前瞻计划的案子是什么呢？就是新竹棒球场。新竹棒球场原来林智坚提出来是7亿，后来经过前瞻计划补助了以后，变成了一个8亿的预算。
那怎么样？我们在去年的地方选举已经看到了新竹棒球场出来的很多的问题。那其肖美实琴提醒了我们还有桃园，还有新竹，都是的是全战一线。所以这些里头，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肖美琴所讲的，因为有民进党过半才有的前瞻计划。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也要谈一下中间选民，因为在这个电视墙里头特别谈到了，就是今年中间选民的一个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这里头我们发现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半年以前，大概柯文哲赢得最多的中间选民的支持，那后来有一段时间赖清德赢得最多中间选民的支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哪一个民调，大概这个侯友宜这一组的这个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大概是2-1之间，而且都非常高，就是跟过去来比有显著的成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有2个重要的理由，这里头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中间选民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中间选民的特质是，他就是这个里头，其实最近有一些追踪调查发现到说中间选民其实里头有很大一块是50岁以上的女性。他会对生活环境的变化非常的敏感。那现在我们知道，整个台湾的经济因为这个出口连十几黑，然后呢，物价不断的上涨，房价不断的上涨，那当然大家就是会生活的这个费用上涨之下，当然这个菜篮族就会非常不满。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这个，大家会中间选民会越来越多的去向在野党移动，而赖清德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越来越少，已经有不少民调赖清德中间选民是最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当你要去讲到说对现状不满，那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政党轮替嘛。所以昨天晚上我也在那个现场，我就感觉有一句口号是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他们喊出来，就是民主要制衡，政党要轮替嘛。是不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健康？怎么样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能够永续？就是我们有定期的政党轮替，不只是定期改选，而且这改选是要有意义的，那就需要有政党轮替。所以现在看起来，侯友宜这一组是最有可能实现政党轮替。所以为什么他的中间选民会上升？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我还是要回来讲，其实这就是这场选战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也是这场选战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要不要让台湾的民主自由能够永续下去？我们要不要让台湾有一个健康的活水，在我们的政治体制里头，不会有一党独大，不会有新威权，不会有钳制言论自由，不会有不断的这种政商的绑桩。那我觉得政党轮替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投票日倒数计时会影响台湾选情，当然很多种因素，